怀孕5个月，老公出轨，婆婆却以死相逼让老公回归家庭，直到生产。婆婆说女人生孩子就是走鬼门关，一尸两命也是常有的事。于是我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。重活一次，她跪着求我放过她儿子。我感觉身体越来越轻，直到飘在空中。怎么回事？看着老公哭得几度昏厥，婆婆更是直往自己身上扇，几近昏厥。都怪老婆子，我身体不中用，没第一时间把月月送到医院啊！我连忙扑过去，想要扶起婆婆，却径直穿过了婆婆的身体。我是死了吗？我看着他们火化了我的尸体，看着他们痛哭，却忽然有种诡异的违和感。我跟着他们飘回了家，我不知该去哪里，也没有可以去的地方。可一进门，婆婆却像变了一个人。这段时间你和外面那个注意着点，别让发现了，不然他妈肯定要讹钱，等过2个月就好了。妈，还是你厉害，我还以为你真喜欢那个黄脸婆呢。老公道，不这样，和他离了婚，咱们一家住哪？我几个月前还给他买了保险，等回头钱下来了，给你买个车，到时候也方便。这真的没事吗？放心，我只是给媳妇多补补，老年人动作慢送医院不及时也正常，更何况他自己不运动，孩子过大难产能怪谁？我们当年谁不是靠自己生的，哪像他这么金贵，老往医院跑。我不敢相信这是婆婆说出来的话，婆婆平时待我如同亲女儿，我不敢相信我竟被这世上最信任的人背叛。我好恨，我恨周芷相恋7年竟如此薄情，更恨婆婆张招娣竟如此算计我。忽然一阵眩晕，徐月，大功得者，你心中有恨，可要重来？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。我要重来一次报仇雪恨。去吧，只此一次，功德抵过。月月，你家同意咱俩的事了吗？周芷坐在旁边握着我的手，焦急地问道。我抬眼看着此时的周芷，愣了愣，面前稚嫩的脸让我终于确认我真的回到了2017年。你发什么愣啊？你爸妈同意没？周芷看我没回答，皱眉催促。反应过来，我赶紧把手抽回，他摸过的每一寸皮肤都感到恶心抗拒。我妈不同意，我还得继续读书呢。我说道。你不是已经办理休学了？咱们说好一起去北京拼搏，读书能有什么用？你妈老糊涂了，你也跟着糊涂，创业才能当老板。周芷鄙夷道，想起他那老板梦，脸上扯出一抹笑。我反手就是一巴掌。周芷，你怎么说我都不介意，但你不能说我家人。想删他很久了，不光想删他，还想扇死他。周芷一脸不可置信。反正我家不同意，我们分手吧，你冷静冷静。说完，我赶紧起身离开。重来一世，报仇归报仇，可也没打算把自己搭上。慌慌张张冲进家门，却不小心撞到了二姨。你这孩子，慌慌张张的，都不晓得看路了。二姨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月月呀，不是一说你，你说你不能像你张扬哥哥一样考个大学，也好歹上个大专吧，看把你妈气的。女孩子工作不好找，你就算着急嫁人也别倒贴呀。不过姨姨也理解你，你张扬哥也就占了个脑子好。一进门就被二姨说教，眼看还要继续夸他的宝贝儿子，我赶紧打断。二姨，那你这次来是看我学习不好，让我哥给我补课来了？嘿，这孩子，你不都退学了吗？还学什么学？刚好你哥去大学，学费差点，也不多2万块钱，到时候你哥出息了，会肯定孝顺你爸妈。我不退学了，我要读书，我家的钱借不了。二姨，你再想想办法吧。我翻个白眼道，你爸妈还没说话呢，哪轮到你个死丫头片子做主了？别惦记我家钱了，有这时间多去上班去。说着，我将二姨推搡出门。她被推着边走边喊道，妹妹，妹夫，你们好好考虑一下，这丫头靠不住，以后还得靠我家张扬。好不容易把她推出门，
我忙把大门关上，转身却被我妈扇倒在地。那是你亲二姨，你就敢直接撵出门？前2天还为了个男人闹离家出走，以后我和你爸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呢。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是我妈，我还能不管你？而且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，我真的打算回来好好学习了。我摸着疼痛的脸，却还是赶紧解释，之前是我太固执了，以为周志是真爱。反正你二姨这事咱们家得帮，回头你跟我去道歉去，不然我和你爸老了都没个人抬棺。我妈的手指直戳我脑袋，我被戳得歪过了头，但还是梗着脖子道：我不去，妈，以后我给你们尽孝，给你们抬棺，二姨她就不是好人，她……闭嘴！我爸忽然道：你既然还要念，那就念，反正我是尽一个当爹的责任了，日后也别怨我。大人的事你就别掺和了。爸，你怎么也不劝劝吧？那就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。听我这话，我妈直接将手中的扫帚砸我脸上，可比起脸上的疼痛，诛心的话语更让我难受。怪不得都说女儿是赔钱货，还没嫁出去呢，就开始惦记家里钱了。我还没死呢，轮不到你操心。妈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滚回房间去，看见你就烦。妈，也许是消了火，也许是责任使然。重回高3的我对很多都感到陌生，虽然当初成绩很好，但已经隔了一世，忘得差不多了。现如今只能从头来过。高3的课过于充实，课间还要抓紧时间回顾忘记的基础知识，忙得我头昏脑胀。起身打算去卫生间洗把脸，却没注意到有几个人跟了上来。徐月，你很牛嘛，耍我们志哥是吧？周离从后面一把薅住了我的头发，直接把我压进了洗手池，水流的冲击让我没办法冷静。还好他又一把把我扯起来，拍着我的脸，顶着这张脸在学校又想勾引谁啊？既然勾引人，我帮你设计一下衣服好啦。我无力地挣扎着，却被他的2个跟班扯着胳膊按在墙上，眼睛进了水后看不清晰，感觉有好只双手在扯我衣服。不要，不可以，我要拍下你这个样子给大家看看，他们的女神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婊子。你说要不给你身上刻上吧，不然你又忘记你是什么身份了。他开始找手机，我咬紧牙关，反手拿住地上的簸箕，只有这一次机会，一旦再被打倒，他们肯定会更谨慎的，用尽力气直接向着周离脑袋砸去。在他抱头哀嚎时，我抓紧时间冲上去砸倒了一个女生，另一个上来和我争抢，我们抱团打在一起。另外2个缓了一会后，也开始对我拳打脚踢。我拼命反击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大家都力竭躺在地板上。徐月，你这么拼命干嘛？疼死姑奶奶了。拼命当然是因为也就剩这条命可以拼一拼了，不然就要死了。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起身顶着这凌乱的头发摇摇晃晃地走了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没有结束。当天晚上，我等在周离家附近，看见我手中刀的那一刻，周离慌忙想要逃跑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一把扯住了他的头发，让他停下。徐月，你疯了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找去找周志，别来找我呀。我不想杀人，但你要是非得找我不痛快，那我倒是不介意一命换一命，反正我的命不值钱。我不会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离你远远的，真的。没关系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呀。说完，我笑着在他衣服上擦了擦那把水果刀，转身离开。第2天便听说周离请假了，之后更是转学了，连他的狗腿子都没来找我麻烦。还好他识时务，不然一直被纠缠处理起来确实有点麻烦。之后的日子平淡的没有一点波澜，每天埋头苦读，终于在高考恢复了巅峰水平。却没料到在结束最后1天自习后，回家的路上，我被路边忽然冒出来的手拉进巷子。救命啊！呜！另一双手按住了我的嘴。别叫，是我。周志压低声音道。
我买好了去北京的车票，今晚的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爸妈不同意限制你了。我眼神示意他把手拿开。我不去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以后也别来找我。他一松手，我就说道：徐月，你别逼我，我们俩好好的不好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想着离开我呢？我感觉周至语气有些不对，打算离开，却被一把刀抵住了腰。你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是你逼我的。只要你今天和我一起离开，我们俩以后还是会和以前一样的。周志富在我耳边说道。你运气挺好的，我还以为你回学校没2天就哭着来找我了，没想到周黎竟然转学了。耳边的热气让我害怕的打了寒战，看样子周黎没有联系他。他带我来到了火车站，一直到上了车，他都不曾放松一刻。我已经感受到了疼痛，刀应该已经刺进去一些。我待在被他隔开的角落里，心里盘算着该怎样求助或逃离，直到火车鸣笛，来了检票，他刚好在掏票。我从窗户翻出，他反应很迅速，抓住了我的鞋。妈的，鞋送你了！将鞋留，我赶紧光脚跑远，看着火车哐哧哐哧开走。他想跟着翻下来，却被列车员阻止。还好，他现在已经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生了。考试这2天，害怕出意外，我央求爸妈送我去学校考试。死丫头，烦死了，就是来讨债的。即便这样说，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。当高考结束，走出考场那一刻，我终于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只是还是有点遗憾，没在考场看到爸妈。不过这次的成绩我很有信心，接下来我要做那只在风口起飞的猪。现在正是短视频飞速发展的时候，我打算乘着这股风也去当网红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我只有被父母淘汰下来的小灵通，可没有真正的手机来拍照录视频，难不成只能看着机会就这么溜走吗？我边散步边愁苦，难不成又问爸妈要钱？自从家里给了2姨钱后，已经很困难了，看来只能去打暑假工了。跑了几十家店后，汗水已经顺着耳边流下，可还是没有一家合适的。这些店家看自己是暑假工，便把工资压得太低了，这样根本不够。难不成这泼天的富贵在我眼前，我却没办法分一杯羹吗？我找到了我同桌陆文慈，说明了我的想法，劝他和我一起搞短视频。我找陆文慈并非只是拉投资，而是陆家不仅有钱，他本人的脸也十分哇塞。不过即使在我成绩变好后，做了半年同桌，我们俩平时交流也很少，大多都是我说他听，偶尔应一声。可他却在听完后直接回家取了5000块钱给我。你就这么相信我了？不怕亏得血本无归吗？我之前就有了解过短视频，只是没有好的脚本。而且你本来就很聪明，我相信你，我们会成功的。说着这话，他还少见地露出一抹笑容。我的心脏好像要跳出来了，后面他说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天风吹得好舒服，他笑得真好看呀。在我的苦心经营下，我们火了。短短2个月，我就好像人生没有困难了一般。果然，钱可以解决大部分人生困难。有了钱，好像什么都有了。不用担心接下来的学费，不用为一件东西紧衣缩食的生活太美好了，像梦一样。父亲还和以前一样，但母亲最近对我有点过于好了。直到母亲说你2姨儿子张扬最近也想创业，他自己搞了个视频号，你多帮帮他，在视频里提一提，让大家都关注他。他的号是干嘛的？我一点也不意外，有时难免怀疑张扬是不才是妈的孩子，这么一步步为其打算。才刚注册还没想好呢，你鬼点子多帮忙想一想。妈，刚开始的话让他自己好好探索，确定方向去，咱家就别管了。我不耐烦道，死丫头，帮帮你杨哥怎么了？反正你们现在火了2个号，分你张扬哥一个正好。妈，到底谁是你亲女儿？
从小你就偏向张扬家，现在你还这样，你知道奈浩有我多少心血吗？我就算卖了，也不会白白送给他家。死丫头，心咋这么狠？你现在发达了，就不管亲戚朋友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要这样就别叫我妈，别回这个家，滚！说完，竟直接将我手中的碗抢过扔在了地上。妈，爸，你也是这意思吗？月月，你总归是要嫁人的，也不适合一直干这个。我跑出家门，却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又是这样，每次的争执都是，既然这么在意我是个女孩，为什么还要生我？生个男的皆大欢喜。我无意识地走着，抬头却发现到了工作室。上个月开始有收入后，我们就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当做工作室。忽然我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月月，你先别看手机，你在哪？我来找你。怎么了？我在工作室门口。我马上来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打开了手机，发生了什么？看到内容，我却愣在了原地。周芷真狠啊！这么久没见他，差点忘了。他们一家还好好的在世上活着呢。陆文慈赶来时，我已经调节好了心态，看着他一路跑来，脸上的汗水，心里说没有感动是不可能的。可我不能。我们俩的账号下全是骂我的，骂我不知廉耻，骂我生性浪荡。他们仅凭周芷发在网上的几张照片，便开始指责我，好像我是千古罪人一样。本来我们的账号是根据我的脚本演着变装与小甜剧，可现在评论区下几乎没有一条是和我们视频有关的。这张脸这么纯，没想到身材还怪好的。兄弟们需要的滴滴我。小姐姐好漂亮，一晚上多钱呀？让我也试试呗，保证舒服。小小年纪就拍这种照片，伤风败俗。更有许多因为涉及敏感字已经变成了星号。忽然手机屏幕被挡住。月月，别看了，我已经发律师函了，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。陆文慈眼里的担心我不是看不到，但我并没有很难过痛苦。这一幕在上一世早就见过，当时的网暴比现在更可怕，一点问题便有人如同天降正义，进行不停的批判，直到越来越多的人因网暴抑郁自杀，他们又转过身开始指责别人，可笑极了。不是想要踩着我起来骂周芷，希望你能承受得住。我告诉陆文慈，我有办法，只是需要再等等，在周芷以为成功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。可陆文慈还是不愿意将我一个人留在工作室。我不会有事的，我知道，但月月，我希望你能在你需要肩膀的时候就在你身旁。我愣住，可我不能爱上陆文慈。你喜欢上我了吗？陆文慈，我直求道。对呀，才发觉吗？陆文慈却没有丝毫惊慌。可能是在中途你拉着我说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时候，也可能是在你来找我说要一起创业时，也许更早，在你成为我同桌对我说你好的那天。我被他的话说得有点害羞。哈哈，那么早啊，那可惜了，你没法抱着美人归了。我装作满不在乎道。陆文慈看着我，眼里的星星仿佛逐渐跌落。你对我没有心动吗？我明明感受到是有的。陆哥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抱歉。没关系，是我失态了。诡异的气氛逐渐让我感到喘不过气。今天中午这件事情我就会给出回应，我们回去吧，实在忍受不了这气氛，我主动说道。走吧。他低着头应道，依稀可以听见一点哭腔。我装作没听见的样子，径直起身离开。我们俩早在最开始就不可能了。那是我们俩刚有点起色时，陆夫人就联系了我。她没有像偶像剧一样给我钱让我离开陆文泽，只是和我平淡地吃完了一顿饭。可我却一直记得在那个高档的餐厅，我格格不入。直到他说文泽最近很开心，希望你永远都是他的朋友。我没有任何的异议，只是咬紧牙关说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。回忆完这一幕，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家门口。
小心地推开门，以为迎接的是怒骂，却发现他们已经睡了。也对，他们从不担心我的发展怎样，在他们眼中，我只要结婚生个孩子，一切都好了。把身份信息带上后，出来开了间房，已经很累了，不想要再争吵。我以为我会睡不着，没想到睡得很安稳，直到闹钟响了，我才慢慢起来。打开手机，发现周志又给我发送短信，看都没看，直接删除掉，没意义，不过是一些威胁我让给钱的话罢了。我的人生绝不会再被周志毁掉。就像后世人们常说的，你证明不了照片里的人是我，我告你诽谤，你拿出证据证明是我，那就是你犯罪的证据。事件发生的第二天，热度最高的时候，多个营销号发布了那些大尺度照片并非我本人的证据，也有很多网友发布了轻轻松松就将我脸换到大片上的照片。我在各大平台发布了律师函，并起诉了对我造成诽谤的周志。接到周志电话的时候，一切已经尘埃落定，连法院传票都已经送到了他的手上。徐悦，我错了，看在我们好歹在一起过，你撤诉吧，我会在各大平台公开向你道歉并澄清的。周志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？你拿刀抵着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错了？你在网上发照片的时候怎么不觉得错了？现在知道错了，你毁了我的一生，杀了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你？说到后面，我已经变成了带着哭声的嘶吼。徐悦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你什么时候有过孩子？别想往我身上赖账。总之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，法庭上见。挂断电话，我终究还是蜷缩下来痛哭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早就惨死在上一世我的肚子里，他还那么小，都没能来这人世间看一眼。开庭那一天，我不出所料的胜诉。周志造谣诽谤，社会影响恶劣，判处2年有期徒刑。周志他妈，我上一世的婆婆莫了以往在我面前光鲜亮丽，哭着跪倒在我面前，求我放过他儿子。放过他？谁来放过我呢？肚子忽然一痛，周志他妈见我不同意，竟直直拿刀插向我的肚子。好痛！我又要死了吗？可我还没有为我的宝宝积德行善。再次苏醒，我躺在医院病床上，陆文泽正趴在我的手边，长时间躺平让我有些难受，身子有点麻，我便稍微往上缩了缩。我一有动静，陆文泽便醒了。月月，你醒了？医生。他的声音充满了惊喜，连忙呼叫医生来检查。患者恢复不错，还好送医院及时，再住几天院，伤口好一些就可以出院了。好的好的，医生，谢谢医生。小伙子，你跟我出来。接下来医生的这段话让陆文泽整个人都变得恍惚起来。他这次子宫受损，以后应该很难有孕了，先不要告诉他，等他好一些再说，不然伤口很容易开裂。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，以后多养养也有可能，更何况现在科技发达了，总会有孩子的。他很喜欢宝宝啊，怎么办啊？还在思考之后怎么委婉透露的陆文泽没有想到，他去打饭的时候，有人直接就戳破了这个伤疤。看见爸妈来了，我扯出一抹笑，多少还是关心我的。爸妈，我没事了。死丫头终于醒了，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，你这以后没法生孩子，肯定保嫁。不过咱们村那个白刚你还记得吧？他家刚好2个孩子，1儿1女，也不介意你生不了，等你出院就给你2把式办了。我生不了孩子？谁说的？我怎么会生不了孩子？你这孩子被刀捅了，能留条命就不错了。你说你得理不饶人，人家被逼急了吧？听见这话，我气得伤口好痛。他们永远偏向外人。我不信，你一定是骗我的。滚！我不要你管。你这孩子刚醒就给你妈发脾气，你妈也是为了你好。看见我忽然发怒，我爸也恼了。我不需要你们假惺惺的好，都滚出去！
打完饭，走到楼梯口的陆文泽听到我的声音，赶忙跑回来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许月现在刚醒，需要休息。护士也赶来，这是医院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无关人员都出去。我将头蒙在被子里，不愿意面对现实。他们最盼着我别在外丢脸结婚生子，最不会编造我不能生。可是这让我怎么接受？第二次了，周知一家第二次剥夺了我当妈妈的机会。张招娣这个案件处理得很快，毕竟刚出法院大门，过于明目张胆，我还在医院调理，由陆文泽全权负责。那天好大的雨，张招娣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。出院那天，顾文泽没有送我去父母那，而是把我带到了一个独院里。你伤还没有，回去不太方便，在这里先住一段时间吧。我勾起一抹笑，故作轻松道：好啊，再帮我叫上2个护工，一个人搞不定我，哈哈。月月，我照顾你好不好？我妈那次找你的时候我知道了，她已经同意我们在一起了，让我照顾你吧。我收住了笑，静静地和她对视着。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的，我们不合适。我们合适，我们简直天作之合，求求你给我次机会，让我也能名正言顺地保护你 H 好吗？他的眼睛还是和当初一样的闪亮，我不忍他再次黯淡，让我好好考虑一下，好吗？好，多久我都愿意等，只要别推开我就好。这晚我做了个好梦，梦见一个小女孩说：妈妈，我喜欢这个人，让他当我爸爸吧。糖糖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又把你住的小房子搞破了。妈妈，没关系的，明明哥哥说他帮我修好了我就来了。真的吗，宝宝？当然啦，糖糖才不会说谎。在陆文泽第3次告白时，我同意了。我也得知了周志在监狱里被人断了一条腿。你干的吗？我只是感觉月月很讨厌他。你的感觉没错。我笑着走到他前面，小声地回答道：我也想人生不留下遗憾，就当是一场豪赌吧。赌梦是真的，赌他不会变。当我彻底好时，大学开学已经1个月，陆文泽早被我赶去学校了。我到学校报到后，便开始了异地恋。大学毕业那年，我们便结了婚，认真调养2年后，我终于怀孕了。这几年都很少回父母家，只是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打进他们卡里，毕竟他们也尽了职责，但更多的我却做不到。没有得到爱又怎么付出爱呢？刚开始怀孕的反应有点过大，我几乎吃什么吐什么，短短3个月便瘦了16斤。顾文泽开始劝我，这个家只有我们2个也很幸福。我没有听他的，还好在3个月后我开始能吃能睡，他却愈发担心，每晚都要醒来好几次，比我之前瘦的还要厉害。听见孩子哭声那一刻，我的心高高提起。之前产检发现是双胞胎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女孩。恭喜您，是龙飞胎，真好，他应该就是糖宝口中的明明哥哥吧。他们2个都只有5斤多一点，瘦小的吓人。我难免天马行空的想，是不是修小房子太累了，才让他们如此瘦弱。每每想到这，我的眼泪便有些不受控制。时光飞逝，转眼糖宝已经1岁半了。有天他悄悄跑过来告诉我，妈妈，糖糖真的等你好久好久，糖糖是第一个选择你的宝宝，明明哥哥之后才来的。好，不过明明哥哥知道你又来给他上眼药，可就不会让你和他一起睡喽。听我这么说，小家伙又一溜烟笑着跑远，明明却踌躇着走了过来。妈妈，我不是，我在排队才排到我选。哈哈，好啦好啦，妈妈相信你，玩去吧。看着他又恢复了愉快，我才转身和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聊天。小朋友好可爱呀，哈哈，还有小秘密呢。月姐，我们好想看2个宝宝呀，什么时候能出镜呢？宝宝出镜不安全，万一坏人盯上了呢？看他们话题偏到宝宝身上，我又将话题扯回之前的事。
关于此次山区之行，我已经把大家捐赠的物品都送到了需要的人手上，大家可以查看每一笔的具体支出。也向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我一直资助的那名小同学成功考上他梦想的 A 大喽！